我出狱时，狱友们一脸喜气，恨不得敲锣打鼓庆祝我的离开。只因5年前我在回家的路上救了一个昏迷的女孩，可她不但不感激我，反而为了维护那个真正伤害她的富二代，诬陷我企图谋财害命，把我告上法庭，让我判了5年。她本以为我一个废物，就算出狱了，也只会落魄一生，不会再与她有任何交集。可她不知道的是，在原主被关进去的第2天，我的灵魂来到了这副躯体，于是我就在监狱里待了5年。等我熬到了出狱的日子，监狱里的狱友们却一脸喜气，恨不得敲锣打鼓庆祝我的离开。见此，我摸了摸鼻子，我的存在有给他们留下这么大的心理阴影吗？就在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一辆奔驰商务车中走出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我眯起眼上下打量，这个女人漂亮的有些过分。你好，林先生。女人没有在意我上下打量的玩味目光，而是很淡然的在我面前站定，主动伸出手。我是沈若曦，很高兴见到你。美女，你确定我们认识？我凝视着沈若曦漂亮的脸蛋，没有伸手。林峰，22岁，号称天域的混世魔王，前福布斯夏国首富要将女儿嫁给你，让你继承他所有的财富。结果你嫌他女儿腿短胸小，还说他家里那2缸都不够你挥霍。全球杀手之王只因在人群中偷看了你一眼，被你一巴掌拍飞，差点当场去世。沈若曦语速平稳，一字不差地说着。如果我不是对自己的情报网有绝对信心，我都不敢相信你入狱前后是同一个人。你这样详细的调查我，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很有可能会当场失势。我眯起了眼睛，冷冷盯着沈若曦。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因为好奇心来调查自己。我来自燕京沈家，想跟你谈一笔合作。沈若曦只觉得自己被一头苏醒的魔王盯上，但她表现得很镇定，甚至连脸上的笑容都未曾减少半分。燕京沈家，夏国最大的豪门之一。我脑海中瞬间闪过天域中的一则信息。我曾听说，身为沈家千金的你，被誉为夏国商界新生代女王。林先生果然见多识广。沈若曦微微颔首。如果你能揭开我心中的一个疑惑，我可以考虑和你合作。什么疑惑？沈若曦立刻追问。5年前我含冤入狱，为什么会被关押在天狱？我脑海里浮现出赵雅琪那张恶毒的脸，眼中寒芒闪烁。5年前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赵雅琪和男友孙浩在争执中发生意外，孙浩失手将她推倒，导致她头部重创，休克昏迷。孙浩吓坏了，向路过的我求救。当时的我心地善良，想也没想直接上去救人。然而赵雅琪苏醒后非但没有感激，反而在孙浩的教唆下反咬一口，说是我因发生口角故意伤害他，最终含冤入狱。我也想知道其中的缘由。沈若曦苦涩一笑。天狱是夏国最神秘的监狱，而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孙浩和赵雅琪的背景不值得一提。不要说将你关押在神秘的天狱，他们连天狱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合作免谈。我闻言瞬间失去了交谈的兴趣。林先生，合作不成，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沈若曦微微一笑。我记得你家在江州市，我正好要去一趟江州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搭乘我的私人飞机同行。既然你这么热情主动，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玩味的笑了笑。4个小时后，沈若曦的私人飞机降临在江州机场。私人飞机机舱的卧室里，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闻着被褥上沈若曦那令人热血沸腾的体香，舒服的伸了个懒腰，才懒洋洋起身。床不错，可惜你没有陪着。我来到卧室外的机舱，语气带着调侃说道。所以你调查我的事情还不算完。小姐，他太狂了。一个齐耳短发的女人猛地起身，有些恼火。她是沈若曦的助理，名叫林小婉。一个能在天域称王称霸的人，有狂妄的资本。沈若曦盯着我离去的背影，眼中金光闪烁。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夏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因为他的出狱而震动。我也期待他能做到那件事情。林小婉一脸震惊，看着我径直走出机舱门。机舱外，私人飞机侧后方的登机廊桥里，诬陷我入狱，如今已成为网红大主播的赵雅琪，在助理和保镖的陪同下，正从廊桥前往机场大厅。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私人飞机？赵雅琪即将走出廊桥的时候，一脸羡慕嫉妒地看着沈若曦的私人飞机，结果正好看到我从私人飞机上走下，因为视线背挡，她只能看到我的侧脸。那人看起来有些眼熟。赵雅琪微微一愣，脑海里瞬间闪现出我的身影，非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反而感到一阵恶心。那感觉就如同5年前被我救活之后，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在我面前时一样。赵雅琪下意识地拢了拢衣服，心中暗骂：我的身体怎么能被这种猥琐的人看到？简直就像是有一只蛆在身上爬。不可能是那个恶心的猥琐男，孙浩说过，他入狱之后就查不到信息了，很有可能是在监狱里自杀了。就算他没死，出狱后也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哼，怎么可能坐私人飞机？
他一脸讥讽地摇了摇头，转身快步离去。与此同时，林小婉也看到了赵雅琪，脸色一变，连忙对沈若曦说道：“小姐，那个女人是5年前陷害林先生入狱的赵雅琪，看来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特地让他们今天相遇。她的人生到头了。”沈若曦目光平静地看着赵雅琪的背影，语气中没有丝毫波澜。我刚才察觉到了侧后方的目光，但并不知道是赵雅琪，只是径直朝着机场大厅走去。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拿出手机，是母亲苏晴的来电。苏晴站在机场大厅左侧出口不远处，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儿子的身影。他目前开着一家诊所，收入在普通人中不算低，但在过去5年一直省吃俭用。因为5年前我不但冤枉入狱，而且法院宣判给受害者赵雅琪赔偿精神损失费，给伤势严重的孙浩赔偿医药费，合计100多万。当时苏晴没那么多钱，大部分都是向朋友借的。不知过了多久，苏晴还没等到我，却突然看到了从机场大厅走向出口的赵雅琪。赵雅琪光彩照人，浑身上下皆是名牌，与苏晴朴素的穿着打扮形成了截然的反差。而我一眼便在人群前面看到了母亲苏晴，心中瞬间涌起激动与喜悦。就在此时，赵雅琪的保镖见苏晴站在原地没让路，顿时怒骂一声：“你想找死吗？”说着就要动手推搡苏晴。我本沉浸在与母亲重逢的喜悦中，突然看到有人对母亲动手，当下怒喝一声：“住手！”瞬息之间，一把抓住了那名保镖的手腕。小杂种，你敢管老子的事？突如其来的一幕令保镖先是一惊，而后震怒，抬腿就要踹飞我。然而我比他更快，右手猛然一扣，保镖的手腕应声断裂，身子失去重心倒在地上。我上前一步，一脚踩在他的胸口，让他动弹不得。第2名保镖见状，连忙冲上来帮忙，一拳狠狠砸向我。我左手手掌顺势伸出，稳稳挡住了他的拳头。那保镖的拳头像是打在了一块铁板上，指骨应声而断，发出嗷的一声惨叫。小凤，不要动手！就在这时，苏晴如梦初醒，连忙开口阻止我。与此同时，赵雅琪也从震惊中回过神，她认出了我们母子2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啊！我闻声这才发现不远处的赵雅琪，刹那间负面情绪像是潮水一般在我的心中涌现。你再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盯着我，我挖了你的眼珠子！赵雅琪看到我死死盯着她，尖声喝道：“5年前的我已经死了，赵雅琪，这一天我等了5年。”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你敢动我一根指头，我让你把牢底坐穿！赵雅琪脸色一变，色厉内荏的喝道。听到赵雅琪的警告，苏晴猛然惊醒，连忙上前一步抓住我的手臂劝阻道：“小凤，不要冲动，我们惹不起他。”妈，你放心，今天没人能伤害我们。我试图开口让母亲放心。晚了，他刚才打伤了我的保镖，这笔账必须算。赵雅琪冷冷打断我的话，她自信一个电话便可以再次将我送进监狱。苏晴闻言，脸上的恐慌更浓了。她并不知道我已不是5年前那个卑微懦弱的少年，而是令天狱上下敬畏的存在。她像是老鹰护小鸡一般护在我身前，惊恐不安地向赵雅琪道歉：“对不起，赵小姐，林峰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他好吗？”看到苏晴那惊慌失措的模样，赵雅琪像是听到了一个冷笑话一般，戏谑地笑了起来。5年前，你儿子想对我不轨，你跪着求我让我放过他。现在你儿子打伤了我的保镖，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你让我原谅他？闻言，我的脸色顿时一变。我在天狱里曾让人调查了5年前冤案的内幕，但我并不知道母亲竟然去找过赵雅琪下跪求情。妈！短暂的愣神过后，我看到母亲脸色发白，站立不稳，连忙扶住了她。另外一边，赵雅琪以为自己抓住了我的软肋，气焰更加嚣张。猥琐男，你妈不是想让我放过你吗？你和你妈现在跪下，抽自己10个耳光向我道歉，并且保证今后夹紧嘴巴做人，我或许可以考虑饶过你。回应赵雅琪的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她那脸蛋瞬间一片红肿，惊得瞪圆了眼睛。小风，苏晴呆住了。他没有想到我还是没忍住打了赵雅琪，赵雅琪更没有想到，她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似的，彻底炸毛了。你敢打我！我反手又是一巴掌，这一巴掌直接将赵雅琪抽翻在了地上。我上前一步，一脚踩在赵雅琪的脸上，冷冷道：“立刻给我妈道歉！”话音落下，我身上的杀意陡然爆发，像是一把出鞘的嗜血兵器，让周围的人都感到一阵心惊胆战。赵雅琪瞬间感觉死神降临，身体忍不住颤抖。对不起，阿姨，我错了，求求你不要杀我！赵雅琪，这只是你赔罪的一点利息。记住我之前说的话，我很快就会去找你。凡是跟那场冤案有关的人，一个都跑不掉。赵雅琪彻底被吓傻了，脑海一片空白，如同小鸡啄米一样不停点头。我不再废话，
松开近乎吓尿的赵雅琪，起身搀扶着母亲苏晴离开。赵雅琪的助理、化妆师和保镖都如同木桩一样站在一旁，直到我扶着苏晴走远了，才连忙上前搀扶赵雅琪。赵雅琪任由保镖将自己扶起，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脸惊魂未定。赵小姐，你没事吧？一名保镖见状，忍不住开口问道。赵雅琪茫然地看向保镖，然后察觉到脸上传来的剧痛，崩溃地叫了起来。我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说有没有事？你们两个废物，连一个猥琐男都对付不了，我花钱养你们干什么？赵小姐，不是我们废物，而是那个家伙太能打了，我一拳打到他手上，手骨直接裂了。他能打又怎样？这是法治社会，我要让他在监狱里蹲一辈子，永远都别想出来。他压根没将林峰刚才的话放在心上，反而满腔怒火的要报复。远处，苏晴听到赵雅琪歇斯底里的怒吼，脸色一变，不安地问道：小凤，你打了他，万一他们在报警抓你怎么办？妈，不用担心。我紧紧握着母亲满是冷汗的手掌，大步向前。5年前，这个世界的林峰含冤入狱，赵雅琪只是祸根，关键在于孙浩动用孙家的关系网栽赃陷害。接下来，我要让赵雅琪和孙浩明白，他们自以为是的权势、财富和关系网是多么的可笑。我要从精神上摧毁这对狗男女，让他们彻底绝望。而赵雅琪来到机场地下停车场，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拨通了孙浩的电话，哭丧着说道：老公，我在机场被人打了。你被人打了？谁这么大胆子？电话那头，孙浩接到赵雅琪的电话，顿时勃然大怒。是林峰那个傻叉，我刚出机场就碰到了他。赵雅琪一脸的恨意。林峰，他出狱了。孙浩听到林峰的名字，先是一怔，然后觉得不对劲。不对啊，那个怂货出狱了，怎么敢打你？而且你这次是带了2名保镖，他们没有保护你。老公，林峰可能在监狱里学了点功夫，变得很嚣张。赵雅琪咬牙切齿地说道：我那2个保镖打不过他不说，我挨打的时候，他们挡都不敢挡，连个屁都不敢放，气死我了。伤得严重吗？孙浩关心地问道。林峰那个王八蛋给了我2巴掌，还抓着我的头发，摁着我的脑袋给他那个老不死的妈磕头。赵雅琪哭诉着，额头传来一阵刺痛。我的脸肿了，额头也破了，你要给我报仇啊！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我没让他死在监狱里，已经对他够仁慈了。他出狱了，竟然还敢打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我现在就带人过去找他，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与此同时，机场的 VIP 通道出口站着3个人。小姐，周家人在通道口，是来接您的吗？林小婉远远看到通道口的老中青3人，忍不住问道。他口中的周家曾是江南省最大的豪门，周老爷子曾是江南的一方诸侯，结果在10年前遭遇重大变故，周家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周家依旧是高不可攀的存在，稳稳占据江南第1梯队。不是。沈若曦轻轻摇头，她来江州纯粹是临时起意，并未告诉任何人。1分钟后，沈若曦来到通道口，微笑着向3人之中的周老爷子打招呼。周爷爷。若曦，你怎么来江州了？周爷爷，我来江州办点事。沈若曦随口给出一个答案，然后明知故问道：我很好奇，什么人可以让您亲自来机场迎接？接一位小友。周老爷子含糊其辞地说道。您说的是林峰吧？沈若曦笑着问道。你怎么知道？周老爷子微微一惊。他坐我的私人飞机来江州的。沈若曦说道。原来如此。周老爷子眼中金光闪烁，他误以为沈若曦与林峰的关系密切，连忙说道：若曦，其实小友是我的恩人，他在天狱里救过我的命。周老爷子身后那名掌舵周氏集团的中年男子和其身旁的周家大少闻言都是震惊不已。尽管他们已经从周老爷子口中得知那个叫林峰的青年一身本领通天，但他们没有想到林峰竟然牛叉到可以让沈若曦亲自去接他出狱，并用私人飞机送到江州。要知道，哪怕是在周家最辉煌的时候，整个周家除了当时处在巅峰的周老爷子之外，其他人连踏进沈家的资格都没有。若曦，既然小爷乘坐你的私人飞机，怎么没看到他？林峰急着跟他妈妈团聚，率先下机了，走的是普通通道。沈若曦解释道。真是老糊涂啊，竟然只守着 VIP 通道。周老爷子懊恼地拍了拍额头。谢谢若曦告知，我还有事，先告辞。说完，周老爷子急匆匆地带着周建明和周明轩离开了。晚上，我与母亲苏晴回到了家。我的家位于江州西北的城乡结合部，1楼是诊所，2楼是居住区。回到家，我打算先去洗澡。就在这时，一辆商务车来到了诊所门口。车内赵雅想要打电话给孙浩，结果不等他拨通电话，便看到一个车队在前方出现。孙浩带着30多名大汉从车中走下，那些大汉手中统统拿着武器。老公！赵雅琪见状，一脸委屈的上前，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你可算来了，林峰那个杂碎把我打成这样。宝贝，受苦了。
孙浩看到赵雅琪的惨样，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只见他大手一挥，怒喝道：“给我砸烂诊所的大门！今天非要让林峰付出代价！”是，遵守。领头的大汉立刻领命，然后接过身后一名小弟手中的木棒，狠狠砸在诊所的玻璃门上。诊所玻璃门应声而碎，东西全部砸了，然后把那个杂碎拎下来。如果他敢反抗，直接打残。是，遵守。大汉们兵分两路，其中一群人对着1楼的诊所一顿乱砸，而领头大汉带着其他人去抓我。然而他们刚刚冲到楼梯口，便看到我出现在楼梯间，这让领头大汉等人一愣，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林峰，你不是很能打吗？继续打呀！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打几个。林峰，识相的就自己下来受死，免得我们动手。给我打断他的狗腿，让他跪着给雅琪赔罪。领头大汉领命，就要迈步上楼。原本我打算跟我妈好好吃顿饭，再去找你们清算，结果你们主动上门送死。我冷喝一声，身形如同鬼魅一般，瞬间来到领头大汉的身前。也好，省得我去找你们了。我一把攥住了领头大汉的脖子，速度快若闪电。这怎么可能？领头大汉心中惊骇，他可是道上有名的虎哥，一身蛮力，没想到在对方手中竟然毫无反抗之力。此时我单手将体重180多斤的虎哥拎了起来，放下虎哥。看到这一幕，虎哥身后那些大汉又惊又怒，而虎哥则是一脸惊恐地看着我，连忙挥了挥手，示意手下退后。都别动！他在我身上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气，那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气息，让他浑身发冷。与此同时，苏晴听到动静，跑到楼梯口，看到下方的场景，吓得脸色发白地喊道：“小峰！”妈，放心，我不会有事。我回头对着母亲微微一笑，眼神中满是安抚。就在这时，孙浩如梦惊醒，怒骂道：“你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人吗？一起上，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我负责！”听到孙浩的命令，虎哥咬了咬牙，伸手在腰间掏出一把匕首，想要偷袭我，而我猛地松开他，然后一脚踹在他的胸口，砰的一声，虎哥被我一脚踹得飞出。接着我一步跃下楼梯，伴随着一声声闷响，大汉们如同被收割的稻子一般，先后倒在地上。仅仅30秒，1楼诊所里只有孙浩和赵雅琪2人还站着。孙浩和赵雅琪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他还是人吗？2人身体忍不住发抖。该你们这对狗男女了。我冷冷开口，径直走向孙浩和赵雅琪。林峰，我承认我没有想到你蹲了5年大牢，竟然变得这么能打。孙浩虽然被吓得不轻，但他竭力地保持镇定，试图用权势压制我。可是你能打又怎样？这个世界讲究的是有权有钱有势。5年前我可以黑白颠倒将你送进监狱，现在我一个电话可以让你把牢底坐穿。眼看我没有说话，他的底气越来越足。你现在带着你妈跪在我们面前，磕头认错，赔偿我的人医药费，我可以看在当年的校友情分上留你的狗命。我来到了孙浩的身前，手掌放在了他的脑袋上。孙浩身子一僵，眉目之间再次涌现出恐慌，但还是咬着后槽牙对我继续威胁道：“你敢动我，爸是孙强，我二叔是江州警署的副署长，你动我一下，我让你全家不得安宁！”我用实际行动做出回应，直接将孙浩摁着跪在了地上，双膝狠狠地砸在地上，传来一阵剧痛。他满脸憋屈和愤怒，试图挣扎，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仿佛被一座大山压住了一般。赵雅琪见状，吓得尖叫一声，下意识的后退，直接撞到了墙上，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诊所门外，一辆挂有5连号车牌的迈巴赫紧急刹车，周老爷子周建国独自走进了诊所。小爷，我带着儿子和孙子去机场接你，结果没接到，就赶紧赶过来了。周建国第一时间向我问好解释，同时余光看到了诊所里的情形，基本判断出了情况。我本来想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却没想到你主动登门了。原本我在江南有2张牌，还没决定动用哪张牌踩死孙家，如今周建国主动登门，便将机会给了周家。谢谢小爷。周建国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心中一喜。话音落下，他看到孙浩偷偷摸摸地拿出了手机，瞬间明白对方想做什么，旋即平静地对孙浩说道：“年轻人给你家长辈打电话，让他们动用所有关系来救你。你是谁？”孙浩愣住了，不明白这个突然出现的老者是谁，竟然敢让他叫家长。周建国没有回答，而是径直走向楼梯口，冲站在2楼楼梯口满脸不安的苏晴道：“您好，苏女士，我是林峰先生的狱友，您不用担心，我会为林先生处理好今晚的事情。”苏晴下意识地做出回应，心中的不安又减轻了几分，因为她能够看得出楼下的老者气度非凡，来头绝对不小，应该能护住林峰。而另外一边，孙浩听到周建国自称是我的狱友，心中不再恐慌，反而第一时间拨通了其父亲孙强的电话。爸，我和雅琪被人打了。你们的伤势严重吗？对方什么来头？是5年前被我们送进监狱的林峰那个小杂种，他在机场打了雅琪，还按着雅琪的脑袋给他妈下跪。我带人来给雅琪出头，结果所有人都被他打倒了。
他好像在监狱里学了些功夫，练得很能打。另外还有一个老杂毛，自称是他的狱友，口气比脚气还大，让我们孙家动用所有关系来救我。孙浩添油加醋地说道。你让那个小畜生的狱友接电话。孙强闻言，立刻想到了5年前的事情，脑海里浮现出林峰当时恐惧软弱的模样，心中再无半点顾虑。孙浩立刻抬头看向周建国，我爸要跟你通电话。他不配。周建国淡淡道，语气中满是不屑。你敢看不起我爸？孙浩怒了，直接打开免提。我警告你们，在我赶到之前，如果我儿子少一根汗毛，保证你们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你们的家人今后将在江州不得安生。孙浩见我和周建国都不吭声，以为我们被吓到了，当下冷笑着站了起来。你们不是很牛逼吗？怎么现在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知道怕了吧？赶紧放了我，磕头认错，或许我还能饶了你们。我冷声打断孙浩的话，眼神冰冷刺骨。在你老子到这里之前，你敢起来，我打断你的腿。然后我又看向赵雅琪，还有你，都给我跪好了。好好，你牛逼。孙浩没敢与我针锋相对，只能跪在地上，心中却充满了怨恨。赵雅琪见状也只能满脸憋屈的跪下，心中暗暗祈祷孙强能快点来救他们，不甘心的嘶吼。林峰，我老公的家族现在资产几十亿，我老公二叔是江州警署的副署长，等我公公来，你们死定了。我不予理会，周建国则是怜悯的看了赵雅琪一眼，仿佛在看一个将死之人。40分钟后，孙强在3名黑衣保镖的保护下，急匆匆的走向诊所。然而孙强在行走的过程中，余光看到了前方的迈巴赫，当下瞳孔放大，一脸震惊的停下了脚步。令孙强震惊的不是迈巴赫本身，而是挂在迈巴赫上的5连号车牌。心中不安瞬间飙升，但还是强行故作镇定，堆满笑容走向迈巴赫，想要确认。就在这时，迈巴赫的车窗打开，周建明和周明轩两人的身影落入孙强眼中。乔总，乔少，你们怎么在这里？孙强连忙打招呼，心中的不安越来越浓。孙强，你儿子骂我爷爷是老杂毛，你还要让我们周家今后再将周不得安宁。周明轩寒声道，语气中满是怒火。孙强的脸色瞬间狂变，哪怕他刚才看到周建明和周明轩后意识到了不妙，但听到周明轩的话，他还是被吓到了。周家掌舵者周建国怎么可能是林峰的狱友？孙强知道孙家摊上大事了，然而不等他的话说出口，周建明便冷声道：孙强，我家老爷子可在里面等你呢，难道要让他出来请你进去吗？不敢，乔总，我这就进去，这就进去。孙强连额头上的冷汗都顾不上擦，连忙跑向诊所。爸，你可总算来了。诊所里，孙浩跪得双腿发麻，然而不等他起身，孙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前，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砰的一声，孙浩猝不及防被踹翻在地，脑袋撞在身后的墙上，一阵生疼。他委屈而不解地喊道：爸，你踹我干什么？我踹死你个混账东西！你惹谁不好，非要惹周家的人！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爸，你这是干什么呀？孙浩双手抱头，委屈哀嚎，完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叔叔，是林峰那个劳改犯先动手的，他先打的我们，还逼着我们跪在地上。就在这时，赵雅琪站了起来，她和孙浩一样都没搞清楚状况，下意识的想辩解。回应赵雅琪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你给我闭嘴！我们孙家要被你这个扫把星女人害死了！孙浩下意识要开口，结果察觉到孙强偷瞄周建国的目光，充满了恐惧，瞬间明白了什么，不敢再吭声。就在这时，周建国皱着眉头，沉声问道：演够了吗？孙强闻声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浑身一震，然后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了地上，二话不说，对着周建国和我连连磕头。周老，林先生，对不起，是我教子无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你们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孙家这一次。先不要急着磕头，你刚才在电话里不是很威风吗？扬言要让我和小爷付出代价，要让我们的家人不得安生。孙强闻声差点吓尿，直接给了自己2个响亮的耳光。周老，我错了，我糊涂，我不该口出狂言，求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做完这一切，他才尝试抬头，惊恐不安地看向周建国，等待着最后的判决。对不起，周老，我不知道是您。如果我知道是您，给我100个狗胆也不敢叫嚣啊！孙强不停地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孙浩和赵雅琪两人顿时惊得坐了起来。在江州乃至整个江南，姓周的人很多，但能够让孙强如此惊恐万分的，只有一个顶级豪门周家。周建国向我请示道：小爷，接下来交给我来处理可好？不过周老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如果踩人，一定会踩到死，让对方永无翻身之日。孙强彻底慌了，连忙开口求饶：林先生，我带我的混账儿子向您道歉，诊所被打砸，我给您赔偿1000万，不，1个亿，或者您开价，只要您能放我们孙家一条生路，
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我不予理会，周建国直接掏出手机，开始处理后续事宜。他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当年的一个门生，该门生在过去10年里连续跨过2个门槛，而今已成为江南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周建国开门见山告知对方孙浩带人打砸诊所的事情，后者表示一定让警方从严处理，绝不姑息。挂断电话，周建国立刻又给自己另外一个门生打了电话，告知对方孙家集团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涉嫌骗取银行巨额贷款。后者当场表示会让银行税务部门前去调查取证，一旦核实，绝对严肃处理。接着，周建国又打了第3个电话，打给了身在门外迈巴赫车里的周建明。这一次他用的是命令口吻，等处理完违法问题，动用周氏集团一切资源，在商界封杀孙浩事业，让他彻底破产。当周建国打完这3个电话，孙强直接瘫软在了地上。他很清楚周建国这3个电话的威力有多么恐怖，所以让孙家彻底从江州消失。孙强心中万念俱灰，但他看到我之后，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于是冲着孙浩、赵雅琪2人怒斥道：混账东西，你还不带着身边的扫把星给林先生磕头赔罪。孙浩此刻听到孙强的话，立刻被惊醒，想也没想便冲我磕头求饶道：对不起林先生，我有眼无珠，我给你磕头认错，求求你放过我们好吗？赵雅琪见状也是惊恐万分的磕头道歉：林先生，我错了，我不该诬陷你，不该对你动手，求你饶了我这一次。面对孙浩、赵雅琪2人的认错和道歉，我视而不见，再次对周建国说道：周老头，5年前我被这对狗男女陷害入狱，但凡跟那场冤案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放心吧，小叶，4年前那场冤案我也让人调查清楚了，我保证他们所有涉嫌违法的人都会被送进监狱。闻言，孙浩、赵雅琪2人彻底瘫软在了地上，宛如2条死狗。之前他们压根没把林峰的话当回事，反而牛逼哄哄用权势财富压人，张口闭口要让林峰将牢底坐穿。结果转眼之间，他们和孙家便被周建国用权势给拍死，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周老头，有心了。小叶，你上楼休息吧，等处理完了，我上楼找你。我点点头，直接上楼，然后对一脸担忧的母亲苏晴说道：妈，我们去吃饭。苏晴一脸发懵，完全没搞清楚刚才发生的一切，但还是被我拉着走向餐厅。小峰，我们在楼上吃饭，让人家在楼下处理这些事儿，这样不好吧？而此时，苏晴有些不放心的说道：妈，他主动要做这些，肯定会做得很好，不用担心，我们吃饭吧。我微笑摇头道：那个周老爷子为什么要这么帮你？苏晴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虽然他只是开着一个小小的诊所，但也知道江南周家，更清楚周建国刚才那3个电话的威力，那绝对是能够轻易决定一个家族生死的存在。妈，我在监狱里帮过周老头，他今天算是报恩。小凤，人情用完就没了，以后做事还是要谨慎一些，不要轻易得罪人。我完全没有将周建国报恩的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周建国今日前来不光是为了报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想借助我的力量让周家重回巅峰。30分钟后，江州警署负责人亲自带人赶到诊所，恭敬地向周建国问好后，将孙强等人全部带走，行动可谓是快到了极致。与此同时，一家家政公司的人来到诊所，清扫1楼大厅，并且更换诊所大门玻璃。等这一切做完，已经是1个小时后。苏晴见周建国上楼，连忙起身感谢：周先生，谢谢你今天出手相助。不客气，苏女士。周建国先是对苏晴微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对我道：小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相关人员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孙家也不会再对你们造成任何威胁。周老头，辛苦了，坐下吃顿饺子吧。你不是说你还带着儿子和孙子吗？让他们也上来尝尝，我妈包的饺子很好吃。谢谢小叶，他们有口福了。周建国心中大喜，他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也知道他今晚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意味着周家得到了我的初步认可。半个小时后，周家3人吃过饺子，乘车离开。苏晴随后向我问道：小凤，虽说你当初在监狱里偶然救了周老爷子一命，可是周家已经帮过我们1次了，再让周家帮我解决工作，提供住房，是不是不太好？我轻描淡写道：既然周老头有情有义，我们也没必要拒绝，毕竟这些是对周家而言不值得一提。之前周建国在吃饺子的时候曾说，诊所所在地这片区域即将拆迁，接下来诊所没法开了，于是给了2个建议：一是安排苏晴去周氏集团旗下的私人医院上班，
科室职位任意选，20位苏晴在市里重新开一家诊所。当时听完周建国的话，苏晴下意识要拒绝，结果我直接帮母亲选择了第一选项，因为我知道母亲十分热爱医生这个职业，年轻的时候还曾前往偏远山区义诊，而在医院工作比自己开诊所轻松多了，也能让母亲少操劳一些。我生怕母亲还会继续拒绝，便转移话题道：妈，我们明天要不要去一趟徐阿姨家里？我出事后，徐阿姨没少帮忙，理应去感谢一下她。小凤，有件事妈一直没跟你说，现在是时候跟你说了。苏晴答非所问，神色有些复杂。妈，是我爸的事情吗？我心中一动，我曾在天狱里动用里面犯人的情报网调查自己的父亲，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这让我十分震惊，同时对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父亲充满了好奇。不是，跟你徐阿姨有关。你说。我点头示意母亲继续说。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和你徐阿姨是大学同学，大四毕业前他妈得了重病，要去东海看病，我帮他找了医生，治好了他妈的病，他对此心存感激，还因此跟我有一个约定。什么约定？我好奇地问道。我们约定，如果今后生的孩子是不同性别的话，便让2个孩子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娃娃亲。你和你徐阿姨的女儿林婉清有婚约。小凤，你出生后，你爸不在身边，我曾跟你徐阿姨提过，当初的婚约取消，但他这个人重情重义，死活不同意。苏晴轻轻叹了口气，无奈之下，我就跟他说，你和婉清小的时候先不提，等你们上大学以后再说。4年前你出了事，婉清考上了英伦时装学院，这是全球最好的服装学院，而且他在实习期间给全球知名品牌阿玛尼首席设计师担任过助手。毕业后他回到了江州，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服装公司。苏晴说到这里，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本来咱们家跟你徐阿姨家差距就很大，又发生了4年前的事情，你没上大学，坐了5年牢。婉清可以说是天之娇女，你们的差距太大了。现在这种情况，哪怕你徐阿姨继续坚持，我们也不能耽误婉清。苏晴看着我，眼神中满是期盼。明天你自己去徐阿姨家，感谢她为你所做的一切，同时找机会跟婉清提出取消婚约。好，我苦笑着点点头。按照记忆，我与这个世界的林婉清勉强算得上青梅竹马，但并无深厚的感情基础。如此一来，我也只能先听从母亲的建议，然后视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给予林婉清想要的一切，报答徐静这么多年对我们母子的照顾。苏晴见儿子没有意见，心中暗暗松了口气，然后拿出手机给自己的闺蜜徐静打了个电话，告知我出狱要去登门看望。徐静结束通话后，直接来到书房，开门见山道：小凤出狱了，明天来看我们，你明天下午跟我一起去买菜，好好招待他。他出狱了呀，我陪你买菜下厨，甚至你要帮助他我都没意见。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必须解除他和婉清的婚约。徐伟，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确，林峰配不上我们的女儿，他一个做过劳的人，怎么配得上我们婉清？徐伟，你可真是力呀！我就是力了，怎么着？我都是为了女儿好啊。爸妈，你们不要吵了。就在这时，林婉清来到了书房，制止了父母的争吵。关于我和林峰的婚约，我自有打算。什么打算？徐伟夫妇连忙停止了争吵，不约而同地问道。我不会主动解除婚约。好，婉清，妈支持你。徐静闻言，瞬间笑开了花，而徐伟则是惊得直接站了起来。婉清，你怎么跟你妈一样糊涂？抛开家事不谈，林峰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是劳改犯，他哪里配得上你啊？爸，既然你知道林峰刚从监狱里出来，那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时候解除婚约会带给他怎样的影响，又将是何等的残忍？林婉清反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忍。林婉清的话让徐伟无言以对。徐静当初救过外婆，对我们家有恩，就算我们家这些年回报了苏晴和林峰，可是我妈重情重义一辈子，你想让她晚节不保，失去最好的闺蜜？婉清，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牺牲你个人幸福啊。他是个劳改犯，名声不好听，而且他在监狱里5年，跟社会脱节了。爸，你应该很清楚，林峰和苏晴一样，性格善良正直，而且是因为见义勇为被人陷害进的监狱。单从人品上来说，我觉得他比其他相亲对象好太多了，何况我又不是要直接嫁给他。林婉清语气柔和了下来，眼中带着一丝坚定。我想暂时以为婚妻的名义陪他度过最黑暗的时光，
让他尽快熟悉和适应这个社会。第二天早上9点，我接到了周明轩的来电。林先生，我给您汇报一下孙家的处理情况。周明轩的声音带着一丝恭敬。不用，我相信周家的办事能力。我直接打断了周明轩的话。好的，林先生。周明轩闻言心中一喜。第二天中午，我和母亲苏晴如约来到市中心的米其林餐厅。徐静阿姨早已带着林婉清在包厢等候。推开门的瞬间，我目光下意识落在林婉清身上，长发挽成温婉的发髻，眉眼间带着江南女子独有的温婉，却又藏着一丝职场女性的干练。小凤，快坐。徐静阿姨拉着我坐在她身边，上下打量着我，眼眶有些发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林婉清也站起身，对着我浅浅一笑，声音柔和。好久不见，林峰。好久不见，婉清。我回以微笑，心中却有些忐忑。母亲的话还萦绕在耳边，取消婚约的话到了嘴边，却不知如何开口。苏晴看出了我的窘迫，连忙打圆场。叶婉清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优秀了，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比我们家小峰有出息多了。苏晴阿姨过奖了，我只是运气好而已。林婉清摇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探究。林峰这些年也辛苦了。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心头一暖。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没有刻意回避我坐牢的经历。这份坦然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餐桌上，徐静阿姨不断给我夹菜，絮絮叨叨地说着这几年的情况，字里行间都是对我们母子的牵挂。林婉清则安静地听着，偶尔补充几句，气氛温馨而融洽。吃到一半，我终于鼓起勇气看向林婉清。婉清，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林婉清抬眸，眼中带着一丝了然。是关于婚约的事吧？我点点头，有些愧疚地说。婉清，我知道现在的我配不上你，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企业家，而我只是个刚出狱的人，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不想耽误你，所以你想取消婚约？林婉清打断我的话，眼神却异常坚定。林峰，我不同意。我愣住了，苏晴和徐静也对视一眼，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婉清，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林婉清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你觉得自己坐过牢，配不上我，可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你见义勇为，却被人陷害，这不是你的错。而且我相信，一个能在绝境中不放弃，还能保持本心的人，远比那些表面光鲜亮丽、内心阴暗的人更值得托付。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不是要现在就跟你结婚，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我想看着你重新站起来，想陪着你适应这个社会。如果你以后觉得我们不合适，或者你遇到了更爱的人，我绝不会纠缠。林婉清的话真挚而坦诚，让我心中五味杂陈。我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婉清，谢谢你，如果你不嫌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徐静阿姨笑着拍了拍桌子：这就对了，我就知道婉清有眼光，小凤是个好孩子。这场关于婚约的风波，最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圆满解决，而我和林婉清的关系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我加入了林婉清的公司，担任安保总监。凭借我在天域积累的人脉和经验，很快就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安全隐患。同时，我利用苏家的资源和自己的能力，为公司拉来了多个国际大牌的合作，让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母亲苏晴也顺利入职了周氏医院，凭借精湛的医术和善良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同事和患者的喜爱。新家也安顿好了，就在医院附近的高档小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1个月后，周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式将我介绍给江南乃至全国的名流权贵。宴会上，燕京沈家的沈若曦也来了，她笑着对我说道：林先生，现在可以谈谈我们的合作了吧？当然可以，沈小姐。在沈若曦的帮助下，我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凭借精准的眼光和强大的背景，很快就在投资界崭露头角，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投资大佬。与此同时，我和林婉清的感情也日益深厚。在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我在西湖边向她求婚。婉清，谢谢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选择相信我，支持我，你愿意嫁给我吗？林婉清眼中含泪，用力点头。我愿意。